她是清高宗的适婚丫头，因侍寝让她念念不忘，最终摇身一变成为皇贵妃。多年后，她的儿子却被乾隆骂死，她就是富察氏哲敏皇贵妃。那她究竟有何魔力，能让乾隆记挂多年？她的儿子又为何会下场凄凉？今天史先生就带大家走进这段清朝秘史。众所周知，乾隆皇帝虽然文采不怎么样，但他却酷爱写诗。他这一生总共写了4万多首诗歌，其中写给哲敏皇贵妃就占了小半，甚至在他年过6旬之时，还经常提到这位皇贵妃，可见这位贵妃在他心里的位置之高。而相比乾隆的其他嫔妃，哲敏皇贵妃的出身其实并不高，她是作为乾隆的适婚丫头进宫的，是乾隆的初恋。她不仅明艳动人，而且知书达理，十分懂事，深得少年乾隆的喜欢，并在乾隆正式登基之前就给乾隆生下了1儿1女，而且他生的儿子是乾隆的第1个皇子，可见当年乾隆对他的宠爱之盛。即使是后来有了富察皇后，但乾隆依旧对她宠爱有加。可惜的是，这位皇贵妃命不长，乾隆还未正式登基，她就离开了人世。她的死对乾隆来说是个巨大的打击，乾隆也曾因此一蹶不振。但命运呢，并没有让他消沉太久，因为哲敏皇贵妃去世后刚2个月，乾隆的父亲雍正也就离世了，他不得不挑起治理国家的大梁。而乾隆登基后不到半个月，就追封她为哲敏皇贵妃，第2年定谥号为哲妃，她也因此成为乾隆后宫中唯一一个早逝的世界格格中有封号和追封的女人。除此以外，乾隆在准备修建自己的皇陵时，也曾特意嘱咐后人，必须要让哲敏皇贵妃和自己进同一个地宫，可见他对这位皇贵妃的情深意重。对于这位皇贵妃留下的儿子，乾隆也是照顾有加。哲敏皇贵妃的儿子叫永璜，在那个嫡庶有别的年代里，永璜虽然是庶子，却享受着和嫡子同样的待遇。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在富察皇后的孩子接连去世后，人人都以为皇位会落到永璜身上。但令人没想到的是，这一时期的永璜非但没有成为继承人，而且还彻底失去了乾隆对他的宠爱。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一切还得从富察皇后的死说起。众所周知，富察皇后对乾隆皇帝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她所生下的2个皇子都被乾隆立为了储君，可不论是永琏还是永琮，都年纪轻轻就夭折了，儿子接连死亡，这对富察皇后而言也是个巨大的打击，她的身体也每况愈下，最终在永琮夭折后没多久就与世长辞了。而她的死也让乾隆悲痛不已。据相关历史资料记载，富察皇后去世后，乾隆甚至一度出现了心智疯狂的状态，可见乾隆虽然多情，但对富察皇后的情谊却是无人能比的。更重要的是，富察皇后去世的这一时期，民间对乾隆也是怨声载道，更是出现了大小金川叛乱。在悲痛之余，乾隆还得花费大量的金钱和兵马去平定战乱，但效果却并不明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乾隆更像是借富察皇后的死来宣泄自己心中的各种不满。而那些被乾隆认为操办丧礼不够用心的官员，不仅会被乾隆斥责流放，更有甚者直接丢了性命。如此种种，无不透露了乾隆在这一时期的愤恨。此期间，乾隆身边的人无不小心翼翼，生怕自己一个不小心说错话，就会遭到帝王的怪罪。永璜就是撞在了这一枪口上。此时的永璜已经年满20，不仅已经娶了福晋，而且还有2个孩子，小日子过得十分不错。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永璜虽然不是嫡出，但他却是皇长子，按照惯例呢，很多事情都需要他出面进行。在富察皇后的葬礼上，身为皇长子的他照例负责迎丧，整个过程他表现得十分平静，并没有一点悲伤的样子，甚至连眼泪都没有流。按理说，这应该是成熟的表现，毕竟身为皇长子，代表的是皇家的颜面，随便哭哭啼啼成何体统？可是呢，就是这一淡定的行为，彻底葬送了他和乾隆的父子之情。在乾隆看来，虽然富察皇后并非是他的生母，但却是一国之母，永璜平日里也要叫她一声母后，而且她是乾隆最喜爱的女人。就算永璜心里并不喜欢她，但就是装，
他也应该装出一副较为悲伤的样子来，可是他却没有。这种行为激怒了乾隆，让乾隆认为他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并将所有的怒气都发在了他身上。在富察皇后的葬礼结束以后，乾隆单独召见了永璜，并严厉地斥责了他，甚至说他不忠不孝，连畜生都不如，甚至还生气地踹了永璜一脚，并表示自己本来是打算等葬礼结束后就秘密将他立为皇储的，可如今见到他既然如此没有同理心，不懂得忠孝礼义，不配为一国之君，所以打算改立其他皇子。按理来说，永璜并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来，不该遭到如此严厉的训斥。可是呢，他偏偏撞在了乾隆的枪口上，因此失去了皇位的继承权。这件事对他打击极大，自此之后，永璜便一病不起。乾隆心中也有些后悔，便找了无数太医为他医治，得出的结论都是心郁气结之症，无法根治。永璜也就这样一天天衰弱下去。乾隆15年时，年仅23岁的永璜就已经病得下不来床了，最终于这一年的3月15日与世长辞。永璜去世后，乾隆又会作何反应呢？此时的他已经从富察皇后离世的阴影中走了出来，身边有了家人相伴。或许是他也意识到自己当初实在是有些过分了，又或许是因为他想到了自己那个早逝的白月光。总之，他对永璜的死表现得十分悲痛，追封了永璜为定亲王不说，还让他3岁的儿子绵德承袭爵位。细数和乾隆一起葬入地宫的5个女人，一位是年早夭折的富察皇后，她出身高贵，且一连为乾隆诞下2位皇子，死后和乾隆一起葬入地宫，也算是理所应当。一位是孝仪纯皇后魏佳氏，作为嘉庆帝的生母，魏佳氏在生前可谓是受尽宠爱，因此她能进入地宫也不是什么稀奇事。剩下3位便是乾隆的皇贵妃了。事实上，在雍正之前，历史上的皇贵妃是没有资格进入皇帝地宫的，能和皇帝一起陪葬的只有皇后。即使后来雍正打开了这个先例，但是呢，能随着皇帝一起葬入帝王陵寝的贵妃也是少之又少，而乾隆却带了3位贵妃陪葬，其中1位便是哲敏皇贵妃。可见她虽然早逝，却一直是乾隆心中的白月光。剩下2位呢，分别是惠贤皇贵妃高佳氏和淑仪皇贵妃金佳氏。这2位在后宫中也是小有名气的人物。这5位之中，哲敏皇贵妃陪伴乾隆的时间最短，虽然只有短短数十年，但却让乾隆记了一辈子。据说在乾隆70多岁时，还在写诗纪念这位曾经的爱人，可见白月光的杀伤力之大。不过也有朋友认为，乾隆本身就是一个多情而又无情的帝王，他这一生共有3位皇后，除了有2位和他一起进到地宫以外，剩下1位被废的，就连历史上的资料都少得可怜。而他之所以会对哲敏皇贵妃念念不忘，除了初恋滤镜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留下的孩子最终因乾隆英年早逝，这让乾隆心中无比愧疚，所以希望能做点什么来补偿他们母子。